当全亚洲都在嘲笑新加坡是没资源的弹丸之地，没人看懂东海岸这800公顷新土地下，到底埋了多少能让邻国瞬间瘫痪的黑科技。长山岛根本不是为了填海，它是一座伪装成人工岛，直插地心200米的诺亚方舟。那台代号深潜者的重型钻头合龙的那一刻，我们就已经坐在了全人类唯一的头等舱里。很多人说我们没资源，但直到今天，全世界才猛然发现，我们都被李光耀骗了。为什么一个填海工程会让资本屏住呼吸？因为在这800公顷的土地之下，藏着新加坡应对下一个50年全球危机的终极底牌。今天，我是潜伏在滨海湾的金沙眼，带你用高维度情报视角，层层拆解这个让全亚洲沉默的师承生存法则。要看懂长山岛的战略级意义，我们必须先来看一组让人脊背发凉的生存数据。2026年，全球气候灾变的倒计时已经越来越快。看看邻国印尼，首都雅加达因为严重的海水倒灌，已经被迫启动了浩大的迁都工程。再看纽约，每年往里砸几十亿美金修补防波堤，却依然挡不住极端的风暴潮。那新加坡呢？打开地形图，你会发现一个致命弱点：新加坡东海岸，从滨海东一直到樟宜，这片黄金地带的大部分地区，海拔竟然低于5米。只要一次极端高潮位，配合一场年底常见的东北季风暴雨，1/3的新加坡版图就会面临被彻底吞没的风险。但在师承的生存法则里，被动防守从来不是选项。正式推进的长山岛前期工程，要在东海岸外围硬生生造出800公顷的新领土，相当于足足2个滨海湾的大小。大家注意，这里有个外媒根本没有看透的细节：长山岛绝不仅仅是一座用来住人的孤立岛屿，它在物理形态上是一个拥有20公里漫长海岸线的海上长城。它像一面巨型盾牌，把汹涌的公海死死挡在外面。不仅如此，它在海平面以下预留的深度和封闭空间，足以容纳下几十个巨型蓄水池。这意味着，当周边还在时不时拿水工协议做文章时，新加坡不仅建起了防御海啸的城墙，还把整个南海降下的雨水顺势锁进了自己的战略保险柜里。但如果你以为长山岛只是用来挡水和蓄水的，那就太小看这里的野心了。真正让硅谷科技巨头和华尔街资本看破防的，是这片填海土地地底下的秘密。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新加坡要在近几年疯狂推进700兆瓦的液冷数据中心计划？因为在爆发式增长的 AI 时代，核心命脉根本不是算力芯片，而是冷却能力。在长山岛的深层设计图中，隐藏着一个极具颠覆性的全球首创系统——深海冷能循环系统。它直接利用海床下200米的恒定低温海水，通过密集的地下管网，直接为地底深处的超级数据中心供冷。这是一项足以拉开代差的降维打击技术。传统的散热系统要消耗掉一个数据中心将近40%的电力，在赤道这种热带气候更是耗电深渊。而新加坡这颗埋在海底的电子心脏，能把能耗比，也就是 PUE 数值，从行业平均的 1.8 暴力压低到惊人的 1.25 以下。当全世界的服务器都在因为极端高温天气频发而面临宕机风险，当欧美的数据中心因为电价飙升苦不堪言时，新加坡却在海平面之下悄悄构建了一个低成本、低能耗、永不停歇的数字大脑。一位德国顶级的能源专家在看完图纸后惊叹：这哪里是在填海造地，这分明是在公海边缘硬生生造出了一颗能吞噬并处理全亚洲金融与 AI 数据的核心引擎。这就是为什么那些身家数亿的顶尖富豪会感到恐惧，因为他们突然发现，未来世界最绝对的财富已经不是账面上的数字，而是这种建立在国家生存维度上的技术垄断力。听到这里，最现实的问题来了，造这么个史诗级的海上方舟得花多少钱？按照初步的工程估算，长山岛计划的总投入极有可能突破1000亿新币。
普通国家听到这个天文数字，估计早就打退堂鼓了，或者只能靠疯狂印钞、发债来填补亏空。但新加坡敢于拍板的底气到底在哪？答案就藏在每年的财政预算案里。我们来看一项关键数据：新加坡的净投资回报贡献，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NIRC， 预计高达200多亿新币。这是什么概念？这相当于很多新加坡人每天早上还没走到楼下的 Kopitiam 喝完第一杯 Kopitiam， 国家储备金就已经通过 GIC 和淡马锡在全球的投资组合，悄悄赚回了巨额的利润。单单是这笔投资回报的可用部分，就硬生生扛下了整个政府年度总支出的1/5。所以，当周边的国家还在为了下一季度的 GDP 增速发愁，为了居高不下的通胀率揪头发时，新加坡是在用从全球赚来的利息，去全款买下自己未来的国运。这就是我作为情报观察者经常强调的一个核心判断：新加坡的强大，从来不是因为它拥有什么得天独厚的矿产资源，而是因为它早就把整个国家打造成了一台精密运转、冷酷无情的复合利息机器。而长山岛就是这台国家机器在未来10年为自己插上的最新、最硬核的外挂硬盘。宏大叙事说完了，很多在 CBD 格子间里加班，或者还在为房贷打拼的朋友可能会问，这种1000亿级别的大工程跟我们普通人每个月辛苦交的 CPF 到底有什么关系？太有关系了。在新加坡这个高度竞争的社会，普通人实现阶层跨越和资产保值的底层逻辑，其实就3个字：安全感。长山岛一旦成型，它不仅会在东海岸增加整整20公里的全新海滨休闲公园，更关键的是，它将释放出极其庞大的滨海住宅用地。试想未来在长山岛上，极大概率会出现拥有无敌海景的 BTO 组屋。对于我们这些35到40岁，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阶段的中坚力量来说，这意味着你的房产价值有了新的锚点，意味着你的下一代，甚至孙辈，永远不需要担心自己的家园被不断上涨的海水吞没，他们依然可以安稳地踏在这片土地上，享受着全球最顶级的医疗、教育和治安资源。而对于那些带着巨额资金满世界寻找避风港的外籍富豪来说，他们从长山岛工程中看到的是新加坡政府对捍卫百年基业那种近乎偏执的执行力。正如金融圈里流传的那句话，当全球性的风暴真正来临前，世界上最贵的东西从来不是黄金，也不是比特币，而是那艘已经提前为你造好并且拿到船票的诺亚方舟。长山岛就是给所有公民的一张永不沉没的船票。回过头来看，很多时候我们都被表象的繁华给骗了。过去这半个世纪，全世界都觉得新加坡只是一个没有自然资源、缺乏战略腹地，在夹缝中随时可能被吞并的小红点。但今天，长山岛深海之下的那颗电子心脏已经开始隐隐跳动，它用最硬核的基建实力向全世界宣告，一个国家真正的资源，从来不是广袤无垠的土地，不是埋在地下的石油，甚至不是国库里堆积如山的黄金，而是那种在绝对的死路面前，硬生生为你凿出一条生路的生存意志。如果你现在依然为全球动荡的经济环境感到焦虑，不妨去东海岸吹吹海风，看看这座即将在公海边缘拔地而起的巨型岛屿。它不仅仅是一项冷冰冰的超级工程，更是人类利用资本与技术对抗残酷命运的终极体现。那么，你觉得长山岛的建成会如何影响未来10年新加坡东海岸甚至全岛的房价走势？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你的真实判断。如果你想看透更多隐藏在冰山之下的政经真相和财富逻辑，请务必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下一次的高维情报解密。我是潜伏在滨海湾的金沙眼，带你看透新加坡背后的残酷与伟大。我们下期不见不散。